大家好，我是一化。手撕包菜，有人焯水，也有人过油。其实大家做的都不对。真正的手撕包菜是不过水也不过油的。怎么样做出来的手撕包菜才最好吃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。做出来的手撕包菜颜色翠绿又好看，而且吃起来也特别好吃，酸辣过瘾又特别的开胃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今天下雪了，在路边正好看见一个卖包菜的老人家，多少钱一斤？他在这里展示自己种的包菜，还跟我说这些是自然生长的，没有施化肥，也没有打农药，吃起来脆甜脆甜的。自己种的啊，自己种的，2.5块是吧？不要剥掉了，就这样，称一下啊，就这样称一下，称一个，称几个？称一个，一个就够了。老人家太诚实了，非要把老叶子剥掉。要来一个，也来一个，就这个啊，不要剥掉了，算了。要到我。哎，来米，老点米这个，老点米7.5，那7块钱可以吧7块钱是吧？ 7.5，好，3斤1银。花了7块钱在老人家这里买了一颗包菜。现在的包菜真的是非常好吃，经过了风霜血雨，包菜会更加的脆甜。我们把这些老叶子掰去不要，剩下的这些都可以吃了。这一颗包菜有3斤，一顿是肯定吃不完的。我们只要剥去上面的这几层就足够炒一碗了，剩下的留给下次吃。剥下来之后放入清水中，将包菜清洗一下。这么忠厚的老爷子一定不会撒谎，所以只要简单的清洗一遍就可以了。洗干净的包菜，把它撕成小块。撕的时候不要撕得太大，稍微撕小一点，更加的方便入味。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在家做手撕包菜的时候会用水清洗吗？其实饭店里面的手撕包菜是不清洗的，因为不用水清洗的包菜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正宗。所以我做包菜的时候一般都会去挑选这种老人家自己种的菜，那样吃起来更加的放心。如果大家在超市里买的包菜，还是建议大家认真的清洗，最好洗的时候加一点食用小苏打，再给它浸泡5到10分钟。包菜撕下来的硬心就丢掉不要，剩下的留给下顿吃。接下来准备几个香菇，先用剪刀剪去香菇的蒂，再倒入干净的清水，把香菇清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放在砧板上，把香菇切成薄片。香菇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但如果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。准备1块五花肉，把它切成薄片。切肉之前把五花肉放在冰箱冷冻一下，这样切起来更方便，切出来的片也更加的均匀。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炒出来会更好吃。
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。准备几个青椒，用斜刀切成马蹄片。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，也切成片。切好装在碗中备用。准备一小块生姜，也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和大蒜放在一起。接下来准备几个干海椒，用剪刀将它切成斜段。切好之后抖掉辣椒籽备用。最后再准备一根大葱，斜刀切成薄片，切好放在碗中备用。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1勺生抽，1小勺食用盐，再来点胡椒粉，1勺白糖，一点点鸡精，再来1勺香醋，1勺蚝油，最后来半勺玉米淀粉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料化开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锅热之后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包菜倒在锅中，然后开大火，先把包菜煎炒一下，再往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盐，继续翻炒均匀，让食盐化开。里面加入了食盐，能使包菜保持翠绿不变色。继续快速翻炒，把包菜炒软。用铲子不断的翻炒，让里面的包菜叶受热均匀。包菜炒软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包菜绿了很多。然后先将它盛出来，放在碗中备用。炒菠菜的锅不要加油，把肉片倒下去翻炒，开小火慢慢的炒，把五花肉里面的油脂煸炒出来。把五花肉炒至表面微黄，然后把姜蒜倒下来，干辣椒，一小把花椒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把里面的香料全部炒香。接着把切好的香菇也倒下来，继续开中小火翻炒，把香菇炒顺滑，炒出香菇里面的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就请伸出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然后把葱片也加进来，继续翻炒。您的每一个留言和转发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更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在这里谢谢您啦。炒香以后再把青椒加进来，继续翻炒，炒至青椒断生。接着把包菜倒下来，这时要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，将它们全部翻炒均匀。开大火翻炒，包菜不会出水，而且吃起来会更加的脆爽。最后把调好的料汁沿着锅边倒下来，然后继续快速翻炒均匀。在这里一定要多翻炒几秒，让里面所有的料汁均匀地裹在包菜上，让里面所有的食材都充分地吸收料汁。这样一道非常脆爽又开胃的手撕包菜差不多就做好了，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，闻起来也特别的香。接下来就可以出锅装入盘中。这样做出来的手撕包菜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颜色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，
很有食欲。包菜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吃，鲜甜脆爽，里面加了一点香醋，吃起来酸辣开胃，既好下酒又好下饭。连里面的五花肉都吃起来很香，加入了香菇，营养又爽滑，并且提升了包菜口感的层次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手撕包菜的话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